想和奔到你面前，随流满面羞相对无言，怕梦在敷衍，进了双飞燕，此生可否千里共婵娟？满天星辰都不尽缠绵，晚风又吹来无数思念，晚风又吹来在山水间，谁说古难全？一生一世都是初相见。小熊姑娘，扔不得，扔不得，这些都是陆郎君的爱物。管你什么陆郎君、水郎君，远远的寻了别处去烧，别脏了荣家的地方。我家小姐不见客，各位请先回去吧。陆郎君为大小姐出生入死，活出命绝几回了，总该念些香火情吧？任凭几句污言便着急把人赶走，是不是太过无情了？白郎君，大小姐不是轻率的人。之前我身陷囹圄，众人皆不能救，陆郎君急难相助，那是何等仗义！他能干出抛妻弃儿的事情来，我不信。任凭你们说破了天去，我也不信。我出去寻他，问个清楚明白。哎，我劝你别去的好。白劳君来年便要下场，今日是你回书院的好日子。老夫人说了，要你娶个功名，将来好和五小姐般配。你今日为了这个罪人鸣不平，不怕惹恼老夫人，毁了自家大好姻事吗？他说的有理，不用你，我亲自去找。燕白劳，你好生糊涂！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明知那妇人来历蹊跷，陆郎君或许蒙冤受屈，怎可因你好妒私心而对他弃之不顾？你这么做，实在有违君子之道，恕我不敢苟同。燕郎君，等等我，我和你一起。不可，你这一去，添了老夫人怨憎，事情更无转圜。你依约回书院去，我必定把人找到，会给你去信的，安心。果真是个好人，谁又故意冤他？愚不可及。大小姐，那位燕郎君，倒像是个正人君子。表弟的心性越发偏狭了，我给舅舅去信几封，至今不得回音，怕是舅母有心阻拦。你派个人前往宁州送信，催促温家早来接人。是。去，快！爹，吃饼吧，这饼可好吃了吧？爹，这个饼可好吃了，吃饼吧。爹，这饼可好吃了，你就吃一口吧，爹。郎君，请喝茶。郎君，郎君。
没你的事了。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。快走，走走走。给我杀了他！要走。郎君受苦，您怎么知道小的带人埋伏在外头？你家大小姐是何许人呢？岂是轻易好哄骗的？白日里轻轻一拍我，我便心头有数了。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这却不好说的。郎君少年时曾往各地游学，青州东泉书院常住1年，究竟有没有骗取生子，总是天高地远，不好查证的。那不能，我这人眼界奇高，志向更高，非要寻个样样称意的，否则情愿一世独处，也好过处处将就，相看两厌。轻许婚姻再来悔恨的事，我可是万万做不得的。哦，那你相中了哪一个？走，快走！大小姐，还需进你容家牢房一用，我要亲自审他们。我是府衙司吏，你们胆敢私求知府属官，徐大人饶不了你们！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奴仆谋杀主人，罪判凌迟处死，致主人重伤，先杖100，再至流刑3000里。你身为书吏，与人勾结谋害上官，更是罪加一等。本想着料理了手上之事再清后账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。先杖100，再来问话。我不认得你们！你们这群强盗！要为什么我都不晓得，打死也审不出来的！证据确凿的事，我还审你做什么？你既躲在知府衙门，判里杀人的必是许嵩无疑。我虽同他有些局龉，却不知冒险谋杀钦差。除非魏家旧案同他大有关联，听说要开杨氏之官，他便心神俱丧，痛下杀手。依我所料，之前的那几位知县，命也都坏在他的手里。敲完100杖后，每日供青粥1碗，留他口气就好。那菜市口的3000刀，还在等着他呢。小的说，小的全说，是徐大人让小的干的伤天害理之事。大人饶命！大人，是徐大人让小的干的伤天害理之事。大人。郎君，这厮心海手毒，可不能便宜了他。小的每日过来敲他个3、50板子，只不叫他死了。哎，只不过小的一心为了郎君图谋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郎君未来要是官复原职，可不能抛下小的。哼，放心吧，我都记着呢。在京里来的人，才是双方兵刃相见之时。眼下当务之急，还是要寻得杨氏。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见了？找！
把临济掘地3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大人感念庆司礼忠心侍奉，不免赏赐优渥，破格拔擢。可他毕竟同仆登天，缺了些远见。那人如今藏身荣家，须得设个万全计将人诱出，才能不落把柄，斩草除根。他自家心虚仓促动手，只怕打草惊蛇，牵累大人，遗下无穷后患呢。酒囊饭袋，荣家，又是荣家。我为官一任，造福地方，平日里受些茶人的孝敬也是应当。就这个荣家，不识抬举，年年领着这些愚昧的山民跟我闹，连朝廷的税关都敢打，一点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妙，躲的妙极。只要他敢自揭身份，那就是个现成的画饼，我就能将荣家连根拔起，永除后患。大人英明。不是说只去铺里看看吗？大小姐怎么还不回来？可不是，都这会儿了。哎，郎君，这外头雨太大了。郎君，大小姐回来了。快进去！这2日惊雷不断，暴雨不歇，这样的天你还敢上山？你不要命了吗？暴雨下了1天1夜，眼看着雨势不减，我怕茶园里出事，特意赶去看了看。我还得去崇禧堂，快拿出！快进去，换了干衣裳再来说话。秀秀，叫人速去备水，大小姐要沐浴，她着了寒凉，再请个大夫过来开贴药，发汗驱寒才好。哎，奴婢这就去。俊代，茶房里有现煮好的姜茶，还不快去？哦，哎。这雨水要是不停，茶园可还撑得住？山下的2个茶园被淹了，河道边上平原地的茶苗也被冲走了不少。万幸我早早防备，事先叫人加高了河堤，倒是还撑得住。但这雨要是再不停，别说是秋茶，就是明年的茶叶也供不上了。荣家的责任之重，又有老夫人倾力栽培，你不肯辜负众望，从不叫半个苦字，总是千百倍的效力，10个男儿也不及你，我心里敬佩不已，也知道拦不住你，但有几句肺腑话要讲。你再好强，也终是血肉之躯，还能把天下事都干完了？旁人不知你的心，只会怨你贪权恋势，独断专行，哪个会感你的恩，念你的情？纵使豁出命去，
也难逃姐妹离心，小人反复。我不必他们感恩戴德。那你可知有人心疼呢？此事我本不该管，一旦插手，你必会疑心我另有所图。但今日我非管不可。你只知如何治茶、救茶，却不谙如何治人。我可管着万亩茶园，怎么就不会治人了？那你知道怎么整治人心，叫你那些个姐妹以后安分守己、齐心理业吗？办法我是有的，但我要你应下一条。是什么？两个人日日相处，哪怕是亲如唇舌，也没有不可不办的。若是日后我做下错事，惹了你的不悦，你要念我今日种种好处，宽恕我一回，不许恨我、怨我，更不许不理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茶园可是那么容易好管的？或是陷阱千万，你且先略放开手，叫他自鸣得意，为所欲为。过个1、2个月，他吃尽了亏，露尽了怯，你再看他。放那儿吧。往常这个时候，大小姐早来禀见了，今日倒是怪了。还不快去催催，怎敢叫祖母久候？是。祖母莫急，暴雨天山路难行，大小姐想是有事耽搁了，说话便到的。孙女迟来，祖母莫怪。只因车轮陷在泥坑里，一路步行下的山，怕身上湿气太重，惊吓了祖母，才先回去梳洗更衣。园子里怎么样？雨水太大，冲走了好些茶苗，亏得提前加堤，山下的园子都保住了。只是这暴雨不停，造了水的茶苗一死，老茶树多泡3、5日，底下的秋茶收不上来，明年的茶也……哎呀，想是雨里受了风寒，大小姐气色不好，明日还是不上山的好。风里雨里的，再添寒凉，岂不是病上加病了？使不得，祖母，山上的茶园遭难，才是灭顶之害。这暴雨多下2日，恐怕山上泥块实力俱下，我去了才好妥善处置。山下又要征召人手，再修河堤，没有我怎么成呢？临济这地界哪年不下大雨的？往年茶园都平安度过，怎么离了你一日，茶园就要遭大难了？大姐姐，人人皆知你是茶园主事，就是3、5日不去，谁还能夺了你的权柄不成？好没规矩！再敢胡言乱语，就去祠堂里跪着。又是加固河堤，清理被水淹过的茶田，还要顾着山上的茶园。各地大茶商也都陆续赶来临济，等着盼着秋茶下来。大姐姐再有神通，她有3头6臂的，不眠不休也顾不过来。四妹妹见了心疼，一时气急失言，大姐姐哪里会见怪的？四妹这是想帮你忙呢。说大话呢！山上刚开的新园，他若不在，底下的人玩忽章程，贻误正事。姐妹们手里虽都有茶楼庄园，管事理账的功夫是不差的，但是制茶的本领是不成的。
水患后病茶一生，你们哪个能替他？这气喘声听着不对，快摸摸他头上。这触手滚烫的，大小姐发了热也不晓得，大夫看过不曾？小姐执意要来回话，婢子强扭不过。风寒侵体可大可小，越是平日里身子健忘的，那病起来才叫厉害。先在家中歇息2日，至于茶园，先交你2妹跟4妹照管吧。怨我身子太不争气，劳烦诸位妹妹为我分担了。水。雨停了吗？风雷歇了，雨也停了。这回不担心你的茶树被水冲走了吧？慢点。就算是你不装病，明日你也起不来身。大夫已经放下话了，服了3帖药还是发不出汗，寒邪由表肌里侵入肺腑。你呀，可真得上山去了。去后山墓园里躺着。你呀，可得快些好起来，否则我就拿着斧头亲自砍了你的茶王树。你敢？可是我放不下心。年幼时，堂兄弟欺我没娘，我将他们揍得哭爹喊娘。后来爹也没了，族里的叔伯兄长又来争产，我将伯天半卖半送，他们只当占了天大的便宜。待我高中做官，这群势利小人惊得魂飞魄散，奉上田亩房产，宁为下仆以求宽恕。你将他们视作至亲姐妹，他们便是一家骨肉。你若是不念亲缘，那群人分文不值。从前的荣家不是这样的，姊妹兄弟自幼养在一处，不分嫡庶尊卑，更无隔房之别，男女各安其分。女人们还会共同照管孩子，孩子们难分生母姨母，横竖都是叫娘，谁是亲生的不都一样？待小辈们长成，推举最聪明的出来主事，
也是姊妹相携，同甘共苦。不知从哪代起，突然就变了天。族中男子尽染外俗，要科举，要纳妾，家中有了嫡庶隔房，人人都要自做门户，为了家财宠爱，重利轻义，以私害公，风气一时败坏。这又是哪里的怪风俗？闻所未闻的。那后来呢？先把这车推过去啊！慢开啊！手脚多麻利些。雨是停了，这火可停不得。磨蹭什么呢？还不快点儿！没看到茶树都被大雨冲歪了吗？树根要是坏了，明年也好不了的，还不赶紧叫人扶正培土？大小姐吩咐下来，集合人手，先清理沟渠，将园内的积水全放了。积水多了会烂根的。你也不消拿他压人。如今这园里由我做主，凡吩咐下去的事，明日我会逐一查考。但凡有一件半件不称意的，都是你偷奸耍滑，不肯勤力。到时候园里也不必管了，直接卷铺盖下山吧。四小姐，不是我存心推诿，真是办不过来。人手都调去山下驻地了，园里又要清淤又要补植，人手一时摆布不开。别当我年少好欺，本地100年来水旱不侵，茶园更是风调雨顺。我家3月前刚捐金纳银，帮官府修高了河堤，眼下暴雨刚停，又修到哪门子堤？定是有人好大喜功，私昧银两，不惜巧立名目，故意捏出来的谎。修堤的账本拿来，我要亲自验看。再把修堤的人全都叫回来，先替茶树扶正施肥，再查查雨后茶病。谁要是敢敷衍啰嗦，铁鞭子赏你几下。你们先停一停，按照四小姐说的做，我去山下叫人帮忙。等土干一干吧。就是啊，水泥排进土太湿，推上去容易把茶根弄坏了。新官上任3把火，烧得咱们脚底板疼。园子里我都瞧过了，这片被冲倒了几十株茶树，别处倒是无碍的。修补收拾一番，秋茶算是保住了。一会儿我要去见茶商，你就留在园里盯守。好了，同个下人置什么气啊？可不成心气人的嘛！请回这么一群不服管的歪辣货，事事同我顶着干，分明替人立威呢。有人为了博个礼贤下士的好名，送的这些建议尊卑不分。下人要是不听你的，一棍子撵下山去，不值得伤神动怒，平白失了自家身份。眼下专心做好手头事体，也好让祖母瞧瞧，这10根手指头，向来长的未必真的长，从前短的也未必真的短。倒了他，才好显出你来，由他干瞪眼气死去吧。侍弄茶树能有多难？我从小长在荣家，日日受祖母熏陶，而言也听出茧了，未必他荣善宝做得来，旁人就做不来。你放心，茶园7日内必定收拾停当，绝对不会耽误秋茶采收的。何某人不远千里赶来临济，奈何人眼不熟，路数不通，连荣大小姐的面都没见着。得亏2小姐善心成全，做成了这桩大生意，实在是感恩不尽呐。区土仪不成敬意，望2小姐转成荣老夫人。
略表我的一片心意。何老爷盛情，愧不敢受的。为这第一茬秋白露，何家提前1月赶至临济，如此心诚意切，我岂有不成全之理？待回去便禀了祖母，不出几日，定有好音。且安心回去等着吧。好，好，好。二小姐，请茶。小姐，听闻那何家曾是江贼发家，后来才做起了茶叶生意。大小姐嫌他上不了台面，不许放进门来。迂腐，做生意哪能墨守规条？管他是商是盗，人家真金白银送了来，又有中人作保，我们只管卖茶，别的不问。是。走吧。去莲花巷瞧瞧。丽儿乖啊，来，哎，您的茶，谢谢老板。主人家，这里要盏茶来吃。小鸟，你的茶。苦，还有些涩。苦吗？我特意改良过的，这头泡确实有些杂味，但是第二泡的话，就有炒米香了。哦，你等一下，后院冰桶里，我特意留了木莲豆腐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丽儿乖，和姐姐玩一会儿。只能一小口一小口的吃。你要是听话的话，姐姐就把这个给你，好不好？过几天啊，姐姐还给你买这个好吃的糖葫芦，好不好？月儿真乖。小姐，人走了，回吧。那是个眼高于顶的郎君的样貌，才识挑了个遍，
个个都不中意，谁想看上那么个人？低门小户，文武不成也罢，还是个带孩子的官夫，克母房妻的灾星，一世也进不了荣家，怪到要掩人耳目，悄悄往来了。烧了2日了，夜里又咳个不宁，还是换个大夫再瞧吧。不妨事的。大小姐该用药了，就说我说的，让她用药，再大的事都先放下。别的都能由着他们，只有朱棣一条万不可延误。他二人若不肯听，你要替我禀了祖母，再请严长士亲自督促，这才是眼下最要紧的。我晓得，你放心。郎君，看什么呢？看云。这地界常有雷云，嗨，一阵一阵的，风一吹就散了。那脸上的雨点子还没干呢。方才调弦时，弦线松宽，琴床也非常潮湿，再三调不准调，2日内必有大雨。你再看南边天际，乌云隐现赤色，只怕这场雨大不寻常。怎么，陆郎君还会看天象？吴小姐，我与此道不精，不过是随便看看。常听老人说，若出现薄云，必然是云顶高云底低，滚雪球似的长大，沉沉的倾下来，也绝。今日的云可是如此？小姐，那云离得可远了，好似是往东边去的。哦，那便不是了。陆郎君，大小姐外感未愈，那些繁杂琐事若是传进来，累了她的心神，便是吃什么药也不济事的。烦请陆郎君多费心，这2日还是少见客，安心静养才是。小姐又落雨点子了。我最爱这细雨霏霏，爽快得很。哎，郎君，小的愚笨，这未解五小姐真意。郎君，她这是干好你自己的差事。孙女们接下这副担子，哪个敢不尽心竭力的？只是我等资历浅薄，大小姐苦心经营多年，在茶行声望日益渐增，向来是权威极重的。有些人难免仗势胡为，言必称荣氏茶苦，除他之外，不肯听外人号令的。谁是外人？你们是我叫去看管茶园的，谁敢如此放肆？传我的话下去，谁若不服教管，就有再大的本事，荣家也留他不得。是，有祖母这话，孙女就放心了。往后我也挂条鞭子，谁要是不服管，一顿鞭子也就老实了。哼，要我说呀，大姐姐平日里还是太过宽纵，谁家茶农不知恭顺服帖？偏她招来的都是刺头，仗着些理茶的本领，叫她往东，愣是往西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还敢同主人家的顶嘴，我才不惯着这些驴性的。话虽如此，都是茶园里用酒的老师傅了，种茶是有真功夫的，你做事也要有分寸。祖母多虑了，
四妹妹看着跳脱，办起事来倒稳妥，留哪个用哪个，敲打哪个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林叔来了。大小姐身子怎么样了？晌午我去翰林院，拉着我问长问短的，一心记挂着园子呢。我劝她只顾着自己的身子，就是不肯呢。白日倒还好些，过了黄昏定要烧起来。大夫说了，要卧床静养1个月，否则病势咽缠，病体愈发难愈的。这紧要关头，竟是半点都指望不上。茶园里的事，你们要更上心些。秋茶不可误，不消祖母烦心。这雨刚停，孙女就命人赶紧清理茶园，二姐姐更是不辞腿脚奔忙，在城中款待四处来的大茶商呢。我们里外心意默契，一定不会耽误正事的。去请了四小姐来，只说我有要紧事。是。慢着，茶农多的是性情随性的山民，种茶制茶的大师傅更是傲气，拿他的错处简直易如反掌。不出半个月，他们就会求到你门上来，这事儿可就成一半了。我知道，可外头这雷声太急，我不放心，叫了他来叮嘱2句，不会碍你的事。快去。是。说归说，不许东西上身，否则你这病可就真好不了了。你呀你，看似杀伐果决，其实外强中干，远不及你那五妹妹冷心冷肺，狠得下心肠。你是说云舒？人家巴不得你那四妹种下滔天大祸，一朝跌进万丈深崖呢。烟雨漫过长亭霜，景色破碎于旧月光。你眼底浮动的星芒，是前朝未解的记账。若山河是褪色的诗行，我愿做避风千年守望。烽火燃尽时问你眉间苍凉，爱是永不坠落的晨光。我像樱头剑湖长，剑影割裂浮世画。你掌心交错的迷惘，困住我轮回的流浪。把誓言刻进断崖怎样？任风沙世故不肯相忘。当情绪坍塌成几番飞扬，你仍是不灭的信仰。头轮摇醒菩提香，
踏碎就完成雪月风华，只为寻你半句回答。若人间终成荒凉梦渣，爱是刺破水网的寒芒，在洪荒尽头共写天地昏花，用亘古心雕作终章。这雄黄酒也不能多饮呐，喝多了头晕。由着她们姐妹去玩耍吧，走，陪我到园子里散散心。艾草是端午习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，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驱邪避疫、祈福健康等方面。古人早就发现艾草的多功用性，味道冲能驱虫，泡澡能止痒，熏烟能消毒，捣碎能做艾绒，称古代版万能草药。端午节前后雨水多，容易滋生蚊虫，在家中一挂，蚊虫便不敢靠近。别以为只是习俗，这可是经过几千年验证的防虫黑科技。